作为高达系列最著名也是最初的大事件，一年战争一直是财团 B 的一棵摇钱树。如今的他们恐怕对于当年光头将战争持续时间设定为1年这件事后悔的直呲牙，因此开始遇事不决，就把作品安排到1年战争期间。结果时至今日，1年战争期间的衍生作品已经被满满当当的塞满了1整年的时间线，其中有的秉承了真实的风格，有的画风却愈发魔幻。不过随着这一过程，高达的队伍也逐渐壮大，从最初的1台高达扭转战局，变成了现在这样高达遍布各个战场。而最具代表性的机体，可能就是 V 计划的第2批次产品 RX-78 家族的双子星高达4号机与高达5号机。1年战争初期，联邦军受公国军新式兵器 MS 和米诺夫斯基粒子影响，短短的几个月内，地球2/3的地区宣告沦陷。战局的严峻使得联邦政府快速通过了执行中的 RX 计划的战时加速版，也就是 V 作战，最终建造了2个批次，共1到6号机的 RX-78 型 MS 作原型机，其中1、2、3号送往赛德七做最后的测试，而4、5、6号则被留在加布罗，用作开发量产型 MS 吉姆的测试机体。同时，其中2机还担负着测试搭载各式武器装备的使命。RX-784 高达4号机与 RX-785 高达5号机属于 RX-78 系列的第2批次机，设计概念由已经投入战场开始大杀特杀的元祖高达，也就是 RX-782 衍生而来。但是由于 RX-78 系列第1批次的性能在战争后期已经略显不足，因此第2批次机体的推进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增加了燃料搭载，再加上沿用 RX-78 系列2号机、3号机上已经运用成熟的磁气附魔技术，同时改良了发电机系统，令机体整体功率上升了 40%。作为第2批次的产物，它们的头部并没有做修改，直接沿用第1批次 G3 高达的光学仪器和传感器，光学验算系统也一致。由于是当时最高端的光学系统，因此 RX-784 的势力也得到了充分保证。由于4号机是以参与在宇宙中进行的最后会战为目的而设计的实战机体，而非为了收集数据而制造，因此比起他的3位大哥来说，4号机并没有安装他们都有的核心战机拖出系统。同时，由于是针对宇宙战为重点而设计的机体，该机内部结构做了空间站的特化处理，光学仪器和传感器改为刚开发完成的次世代规格，进一步强化宇宙空间中的感觉。空间站用 MS 的机动性并非单纯的理解为增大推力，在 UC 世界观的设定之下，人形的设计是为了实现 AMBAC 机动。为此，4号机的4肢进行了特化，肩膀加装可装托式助推器组件，喷射口可根据 AMBAC 的需求进行变向，手臂部分由于关节驱动用电机小型化已经成功，关节甲动部件的缩小使前臂内部有了用以收纳武器的充足空间。基于测试固定武装的需求，前臂改装为满足换装诉求的隐藏式兵器夹舱，采用了半外露结构。由于实弹兵器射击因素的考虑，加之核熔炉的动力配置已做调整，前臂隐藏式兵器改用小型光束枪。虽然内藏的小型光束枪杀伤力还不能达到光束喷枪的水平，但在近距离缠斗中给予敌机致命伤害还是可能的。腿部是2号机的数据反馈后的再设计，由于4号机作为宇宙用机，腿部用途做 AMBAC 机动大于行走，故意为增加机动性和推力，在原基础上增加了2个治愈喷射口，小腿翼追加推进器，对承重和行走机构并没有做调整，这在后来被认为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设计。由于没有核心战斗机系统，躯干内部腾出了充足的空间，因此能搭载更大功率的核熔炉以及更多的冷却剂。原1380千瓦输出的核熔炉更换为1480千瓦规格，背包也相应做了大型化处理，在主推进器处追加2组小型推进器，背包下方左右各增加1组喷射翼。考虑到燃料方面，特意在背包下方加装2条小型备用燃料槽。经过改装后的4号机重量由原来的 42.6 吨猛增至 80.2 吨，但机动性并没有下降，这是得益于机体各处追加的推进器以及治愈喷射口，加之磁气附魔技术的应用，改装后机体的机动性比改装前提升了 40%。 按照开发部的设想，4号机将与同批次的 RX-785 高达5号机协同作战，一台负责点杀伤，一台负责面杀伤，两者必须存在差异性，同时必须具有互补性。所以负责点杀伤的4号机配备了米加光束发射器，该武装杀伤力十分惊人，从远距离一击便可将一艘提备级重巡洋舰
击毁。这种武器在1年战争时期放在一台 MS 身上是毫无疑问的大杀器，但由于技术不完善，使得该武器有能量填充时间过长和输出不稳定的缺陷。由于大功率米加粒子炮储能和聚焦都需时间，因此需要5号机负责4号机周围宙域的戒备。4号机和姊妹机5号机被配备于以飞马级强袭登陆艇纯血种马为首的第16独立舰队。4号机交付卢塞克塞尔中尉驾驶。第16独立舰队的主要任务是骚扰敌补给线以及在要塞攻略中守备己方的后门等，并在星1号作战中参与了激烈的战斗，最终在阿巴瓦库战役中迎战吉翁部队期间，由于米加光束发射器长时间的超负荷使用，而导致发电机过载爆炸而大破。鲁斯克塞尔在归建后由于伤势过重而牺牲，但近年来也有中战时幸运归还一说，这一设定在近几年被与5号机掉了个个。另外，4号机和5号机在 PS2 宇宙、机动战士高达外传宇宙、闪光的尽头均有宇宙战特化型的机体正式出现。与2号机相比，省去了逃生系统与陆地用装备，手腕上亦加装了光束枪。5号机为实弹式加特林机枪，机体番号则分别为 RX-784BST 和 RX-785BST。BST 为加装肩部喷射器的型号，由于4号机和5号机互为姊妹机，因此基本性能什么的都差不多，只是原本的设定是本机参与了阿巴瓦库会战并幸存，但是近年来这个设定被掉了个头，变成本机被大破，幸存的是4号机。按设计思路，4号机和5号机在应用方向并不一样，4号机负责对大型目标进行直接打击，5号机负责驱散以及警戒，因此装备实弹加特林机关炮。5号机交付部队后被配备于以飞马级强袭登陆艇纯血种马为首的第16独立舰队，交付福特罗姆菲洛中尉驾驶，被分配的任务是骚扰敌补给线以及在要塞攻略中守备己方的后门等。本机在阿巴瓦库会战时与马列特桑格林驾驶的 MS-11 机动加古交战，最终双大破，但福特罗姆菲洛幸运归还。总体来说，作为 V 计划之下 X78 家族的一对双子星，4号机和5号机比起前辈的3台来说，从泛用机体变成了特化型机体，虽说可能丧失了一些泛用性，但是特化带来的是更明确的特色。无论是追求一发入魂的4号机，还是在那个年代追求强大火力的5号机，比起元祖那样的6边形战士，这种偏科的机体其实有时候反而更能让人燃起来。您更喜欢性能全面的机体，还是喜欢更加特化、特色鲜明的机体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